各位交易员，大家好，好久不见。最近我一直忙着在做一个 ICT TradingView 独家操盘指标的一个系列，今天推出第一集。这是一个重磅的指标，因为大家都喜欢用 FVG 来交易，还有一个就是 Volume Imbalance VI 指标。这些操盘指标你在全网都是找不到的，因为它是我自己编程做出来的。它有几个条件你要做出来，第一个你得懂编程，第二个呢你得深度理解 ICT 的各种概念，第三个你需要有非常丰富的操盘经验，才能把这些指标做出来。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指标的功能。首先这个指标它会显示全部的和最近的多少个 FVG， 它可以显示看涨的看跌的 FVG， 它可以显示市场结构改变了的 FVG， 然后它可以延伸最大的两个 FVG， 以便你持续关注。另外它可以缩影过滤，什么意思？它可以指定显示第几个 FVG， 还有它可以指定延伸第几个 FVG， 以便你重点关注，能够把所有 FVG 全部精准的绘制跟显示出来。还有一个就是 VI 功能。 VI 是什么？就是 Volume Imbalance， 就是成交量不平衡。这个指标可以把所有的 Volume Imbalance 全部自动化出来，然后它可以分辨看涨和看跌的 Volume Imbalance， 可以只显示最近的几个 Volume Imbalance， 也可以只显示最近的第几个 Volume Imbalance。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实盘来去看它是怎么样工作的。我们以英伟达的周 K 线为例来演示这个指标，这上面到底有多少个 FVG， 有多少的交易机会呢？那我们首先打开这个指标，好，打开这个指标，你看这里就显示了从它上市以来，从这里开始，你看所有的 FVG 它会全部显示出来。每个 FVG 画出来之后，它会向右延伸10根8。 FVG 呢画出来的时候，它是需要包含有一个 volume imbalance， 比如说这2根8之间有个 volume imbalance， 大家可以看到你是需要把它画出来的，包含进去的。那很多人在画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个包含进去，那这个时候自动化它就会把它全部包含出来，包含进去，它非常精准的画出来，而且1分钱都不会差。这是全部显示，这是一个功能。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显示最近的多少个 FVG。 你比如说你这么多的 FVG 在头上，我不想看这么多，因为它影响了你的视线，影响了你的注意力。那么我们就显示，比如说我现在把它调整，那我就把这个勾选掉。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只显示最近的10个看涨的 FVG 和10个看跌的 FVG。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只需要看涨的 FVG， 那我就再把一个开关关掉，这里就只显示看涨的 FVG。 好了，那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市场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改变。比如说这里有一个看涨的 FVG， 现在这里这3根8形成了，然后呢这里跌下来，但是呢它收盘跌破这个中线之后，跌破这个 C1 它的中线之后又涨上去，这一根8，这一根8它在这个中线这里获得了支撑。接下来你看这个接下来的8的低点都没有再触碰到这个 FVG 的终点，那么这里就说明是一个看涨的信号，因为它是一个周 K 线，所以说你在这里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你可以经常连续几周上涨的，那么这里就有一波的上涨，你可以吃到周 K 线，可以看得到这里有一波的上涨，你可以吃得到。然后呢，这些看涨的 FVG， 我只想看最关键的 FVG 在哪里，就是改变市场结构的 FVG 有哪些。好，那我就再把这个开关打开，这个开关就是只显示市场结构改变的 FVG， 而且是最近的10个，我就可以看得到最近10次在改变市场结构的同时，又形成了 FVG 的机会在哪里？一个是在这里周 K 线，
就是在这一周，2022年的10月31日，然后这里有好几个，那我们来看这里，这里有一个，这个是在2024年的5月28日，那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改变了市场结构的 FAG， 你看改变了之后，市场即使涨上去之后跌下来，这根8它也没有跌破这个 FAG 的最下面的这个 K 线，然后这里有一个改变市场结构的，但是它就跌回来了，回踩，所以这个是一个反转的 FAG， 然后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改变市场结构的 FAG， 那这个 FAG 涨上去之后，它就涨得很猛，也就没有再跌下来，然后这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小的周 K 线的看涨的 FAG， 是改变了市场结构的，所以说这里你看，如果有几波你能抓住，这里有一波，这里也有一波，这里也有一波，你看，即使你从这里这个看涨的 FAG 进场的话，你放在第一根8的最低点，你是没有被打掉止损的。然后这里也有一波，这里也有一波，这里也有一波，用这个看涨的改变市场结构的 FAG， 是不是可以抓到好几次机会？我们这个10次里面，你可以看到多少次是成功的？1次、2次、3次、4次、5次、6次、7次、8次、9次，你是可以赚钱的。只有这一次你可能会亏钱。好，这是一个功能。当然看跌的就正好反过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看跌的，比如说我们只看看跌的 FAG， 不看看涨的，也是看10个 FAG。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FAG， 它是看跌的，而且改变了市场结构。改变市场结构它是这个颜色。你看我们如果是把这个擦掉，就所有的看跌的 FAG 都显示最近的10个的话，你可以看到市场就会比较繁杂，你就没那么容易看。那么我只显示改变市场结构的看跌的 FAG，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10个，而实际上呢，这么长的几年的时间，周 K 线只发生了2次改变市场结构的 FAG， 一个是这里，如果你发现这个地方，你是可以躲掉这一波大跌的，因为它改变了市场结构向下，你可以躲掉这个大跌。这个地方也是这3根 K 线改变了市场结构，你可以在这里卖掉。当然，如果你硬拿也是可以的，不过要拿好几周。所以呢，它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延伸的功能，就是它会自动延伸最大的2个 FAG。那我们首先把所有的 FAG 全部显示出来 ，OK， 把所有的 FAG 显示出来，然后把这个 Top 2 Biggest FAG Switch， 就是延伸最大的2个 FAG， 我们把它打开，你可以看到，它会把最大的2个上涨的 FAG 和最大的2个看跌的 FAG 都把它向右延伸。FAG 就是公允价值缺口，那这个 FAG 越大，就说明市场在这个地方的价格运动越激烈。这里有4个 FAG，2个分别，这个是最大的看涨 FAG， 这个是第2大的，然后这里一个是最大的一个看跌的 FAG， 这里一个看跌的 FAG， 第2大的。所以你看到多空双方在这里的一个争夺，首先形成了看涨的2个 FAG， 然后从这里涨上去又跌下来，它有没有跌破这个最大的 FAG？ 这2个它没有跌破，对不对？然后形成了看跌的2个 FAG， 是不是被反转了？你看，从这里先反转了这个，又反转了这个，结果市场就涨上去了。所以通过这个最大的 FAG 呢，你是可以去判断这个市场的支撑位跟阻力位在哪里，然后它有没有突破，你可以从这里来判断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2个 FAG 的功能。好，我们先把这个关掉。它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它可以缩影过滤，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里这个 FAG 它是改变了市场结构，而且是一个看涨的 FAG， 但是它有没有马上涨上去？我要关注价格在这个 FAG
附近它是怎么表现的，会不会被反转，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延伸，一直延伸，我一直持续关注它。比如说你在这里进场了 ，OK， 在这里你可能出来了，被止损了，那我要持续关注它。比如说你把止损放在这里，好了，你这里可能被止损了，你被出了，它又涨上去，你要持续关注它价格在这个 FVG 它是怎么表现的，那我就把这个 FVG 延长，好，延长。比如说因为这个是一个看涨的 FVG， 所以我就把看跌的关掉，我只关注这一个 FVG， 而且这个是一个看涨的 FVG 改变市场结构，我也可以把其他的没有改变市场结构的关掉。好，那就是这个 FVG， 对吧？然后我就把它延伸，这里有一个启用缩影延伸，把它打开，然后我把它调整到这个，首先把它调整到第0个吧，一个，第一个，第二个，第3个。我们从最近的 K 线数过来，这里是第1个，这里是第2个，这里第3个。然后呢，我就关注价格在这个 FVG 它是怎么表现的。比如说这里它突破了之后，它一直没有离开，一直在这个附近，然后跌下来，又涨上去，再跌下来，跌破这个中线，最后向下跌，跌了一波，在这里获得了支撑，它再往上涨，这里改变了市场结构，然后这根 K 线突破了这个 FVG 的中线，这根 K 线在这里有个阴线，它向下突破了1点，但是你看它的实体收上去了，然后它在这里的时候直接收到这个 FVG 上面，那就说明它要上涨了。也就是说，这个看涨的 FVG reclaim 呢，它又变成了一个看涨的 FVG， 在这里跌下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反转的 FVG， 涨上去的时候，它又变成了一个 reclaim 的 FVG。好了，你发现这里 reclaim 了这个星期，那你又可以进场了，这一波你是不是可以抓到？那这个功能呢，你就可以关注关键位置的 FVG。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 ICT 交易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 volume imbalance。volume imbalance。OK， 它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成交量不平衡。它的概念是什么？它的概念就是2根 K 线之间它的实体不重叠，比如说这里，比如说这里，这都叫做成交量不平衡 （volume imbalance）， 我们简称 VI， 简称 VI。好，你在周 K 线上看呢，其实这个 volume imbalance 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如果你去低时间框架去看这个 volume imbalance， 它就没有这么明显。那我们首先在这个周 K 线上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这些成交量不平衡的区域，这些都是价格会不断的来回穿梭，它会在这里不断的走的。这里也有，你看，比如说这里最近的 volume imbalance， 那价格就会在这里上下穿梭，这个区域在没有形成后面的2根8之前，比如说这里形成了一个 volume imbalance， 后面2根8没有出现之前，你以为它是上涨的，因为这里呢，它是一个成交量的空缺，是一个真正的空缺，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点到这根 K 线的最高点之间，它是完全没有买没有卖的，但它是一个成交量的空缺，那么价格就会再次回到这里，成交到这里，然后呢，它会多次回到这里，这就是一个成交量失衡的一个区域。当价格在这里经过多次穿梭之后，你会发现它一定会离开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就会变成一个支撑或者变成一个阻力，所以这个在操盘的时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那么你不注意的时候，图上会形成很多，什么地方会形成？
那么你用肉眼去看呢，其实比较难看到。比如说这两根八之间到底有没有 volume imbalance，因为这是周 K 线，周 K 线上形成了一个小的 imbalance，你在做日内交易的时候，可能是一段很大的距离，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用肉眼看呢，可能一下很难看出来。比如说这些小的 imbalance， 这些小的 imbalance， 你把它放大了看，其实它是实体没有重叠的地方。那么你用肉眼去看，你就很难看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借助一个自动的工具，把它标出来。我们再打开这个指标，然后我们把 FEG 关掉，显示 FEG 关掉，我们这里显示 volume imbalance， 然后我们把所有刚才画的图删掉。你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 volume imbalance， 最近的 volume imbalance， 全部是向右延伸，你可以关掉向右延伸和只看涨的 volume imbalance， 只看跌的 volume imbalance， 显示最近的第几个 volume imbalance 都是可以的。我们的默认呢就显示10个。那我们来观察这个 volume imbalance， 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 volume imbalance， 对吧？一个 VI， 价格形成了之后，这里第一次形成之后，接下来的一周它就穿越回来了。穿越回来之后，它到哪里停呢？到前面一个 volume imbalance 这里停了。你看，因为前面形成了这个，这里穿越过来，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当价格再次回来这里的时候，它肯定也是一个支撑。而且这两根影线，我们之后会讲到，它也是一个价格传导的一个工具，所以它的这两根影线的终点，它也是很难向下穿越的，它也会变成一个支撑。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做多的一个机会，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可以做多。它再次回到这里也是可以做多，因为现在市场结构还没有改变，它还是一个向上的一个结构。所以说从周 K 线来看，目前来说，因为它还是没有改变它向上的一个趋势，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volume imbalance。你在周 K 线上看是这样，其实你去到更低的时间框架，比如说你去到5分钟吧，它也可以显示，在任何一个时间框架上都可以显示。好，我们在5分钟的图上是不是也看到了最近的10个 VI， 10个 volume imbalance？ 你看这里形成了一个看跌的两根 K 线向下，这里形成一个看跌的，然后呢，你发现价格突破了这里，这里形成一个又突破了这里，然后涨上去了，最后价格又跌回来，你看跌到了哪里？这个地方获得了支撑，对吧？然后这里有好几个 volume imbalance， 价格就不断在这里穿梭，不断穿梭，就我们刚才说的，因为这些地方它是缺少成交的，所以价格就会不断回到这里，回到这里。但是你看5分钟呢，实际上它最后有可能会穿越这里继续往上走，然后它也可以显示看涨的和看跌的。比如说我只看跌的，我只看涨的 ，OK， 它就会显示最近10个看涨的，你看它这价格是这里的表现，然后也可以只显示看跌的 ，OK， 它就会显示最近10个看跌的这个 volume imbalance， 你看价格是不是经常在这里穿梭？然后呢，它也可以显示第几个，你看只显示最近的看跌的第一个 volume imbalance， 你看它这里是2根阴线形成的，你发现它在这里被反转了，它站上去了，对吧？这个5分钟的吧，那么它有可能这个地方就反转了，就变成一个支撑，所以你就可以关注这个地方。这个是 VI 的一个功能，我们也可以把它全部都打开。好，同样是在这个5分钟的图上，我们把 FEG 全部打开。FEG 比如说我们只显示这个改变市场结构的 FEG， 然后呢，我们来看，这里有最大的2个看涨 FEG， 这个绿色的，这个红色的呢是看跌的 FEG。你发现市场在这里反转了，对吧？在5分钟图上，它冲上去了，那么这里是可以做多。然后这个最大的
看涨的 FAG 这里被反转了，那下来了是不是可以做空，对吧？然后这里一个看跌的 FAG， 好做空，这里呢又被反转了，你做多，跌下来，这里又被反转了，它有可能又涨上去，对吧？但是呢，它现在涨到了这个一个大的 FAG， 这两个最大的 FAG， 它涨到了这个附近，涨到这附近呢，你可以观察它在这个附近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看这里附近的表现，这里有一个 FAG， 那么这里实际上是一个2022模型，对吧？它这里少掉了止损，这下面这里少掉了这里的止损，对吧？然后呢，这个地方发生了结构改变，上去了。好了，它现在跌回来，跌到这个 FAG， 你也可以把它延伸啊。我们现在就手动延伸，你看它没有跌破这个 FAG， 它在这中线这里获得了支撑，那其实你可以在这里买涨，对吧？你就吃到这里，它突破这个高点，突破这个高点，突破这个高点。我们把这些都删掉，把这两个最大的 FAG 延伸的也把它不延伸，因为你看起来比较累，我们就把它不延伸，好，也看得比较清晰了。好，然后把刚才画的图把它删掉，你会发现它在突破了这个高点之后，5分钟的图，它现在呢跌回来这个 FAG， 这个 FAG 终点它跌破了之后又反转上去了，对吧？那这个 FAG reclaim 了，对吧？它有可能再次上去突破这个高点，对不对？因为这个地方打掉了这个止损，那我们就等待什么呢？下一步它会不会突破这个短期的高点？如果它能突破这里，这次有回踩，形成 FAG， 你可以在这里买涨，买涨呢，目标就是这里，至少要突破到这里，这是一个情况。当然，它有可能不会突破这个短期的高点，它这次跌回来，因为这里很多 volume imbalance， 所以你观察它的这里的一个表现。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指标的一个用法，一个好处。因为这个指标呢，我花了很多精力做出来的，所以呢，给大家使用呢，我是需要你加入我的频道会员，大家可以加入这个 Patreon 是一个有800万人在使用的一个平台，专门为会员提供服务的，所以大家可以加入这里。加入这里呢，你有缴纳一定的费用，就是可以免费使用这个指标。当然，这个会员呢不仅仅是能够免费使用这个指标，我所有以后发布的指标都可以使用，都可以免费使用。只要你一直是保持会员身份，你就可以一直使用，还有更多的指标可以使用。然后你加入这个会员之后，你会自动进入这个 Discord 的一个社群，然后这里会有不同的会员级别的一些权益。那之后下一个视频我就会公布这些会员的权益。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就会首先关注这里，你去加入这个会员，成为会员，然后你可以使用这个指标。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谢观看。